你父母退休了，空闲时间很多，老两口闲着不习惯，快闲出病来了。那个时候，你父母对你说，他们想出去打分工，挣点钱，你会不会支持？大部分人不会。来想一个问题，我们都终将成家，步入婚姻，有自己的孩子。我们很忙于工作，忙于浑浑噩噩，没有时间照顾孩子，只能求助于父母。这个时候，父母告诉你，他不想成为你们家孩子的保姆，想趁老了有空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。你会不会支持大部分人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最根本的原因是那对于老年人这3个字既定的固有的印象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，退休之前累死累活，为儿为女。退休之后就应该一样天天帮子女带孩子，享受天伦之乐。为什么要出去打工？例如，老年人就应该在家里待着，没事提着鸟笼到处溜达溜达。老年人就该不出远门，只能在家周围转转。老年人就该1日3餐打太极拳，看看人民日报，等着太阳下山，等着新闻联播升上来，看看京剧和央视，准时9点睡觉。为什么要出去打工？甚至会有人担心，父母都退休了，还在外面工作，这不是让别人骂自己不孝吗？不支持，打死都不支持。这些固定的既有的印象，你第一眼看确实似没什么问题。如果你思考深一层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你会发现这些印象是年轻人的自私，对老年人真的很残酷。所以颐养天年，某种程度上也是混吃等死。所谓不出远门，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围困着他们。所谓天伦之乐，某种程度上就是用自己的孩子绑架他们。带入以下同样的要求，对你自己做得到吗？没有一个年轻人做得到。老年人70多岁还在打工，前提是自愿，就真的是不幸福吗？支持70多岁的父母出去工作，就真的是不孝吗？70多岁的老年人能在外面工作是一种幸福，真的是福气而明晃晃的。支持70多岁的父母出去打工，不仅非不孝，而是至孝。独居老人趋势无人知。去年12月21号，南京市一个小区接到社区报警，当地警方来到了小区一户人家门口，敲门，没人响应，再敲还是没有回音。警方决定破门而入，一打开门，迎面扑来的就是一股尸臭味。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，在这间偌大的屋子里，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的尸体，尸体已经腐烂，散发出阵阵恶臭味。这个尸体就静静地躺在卧室门后面，经法医证实，已经躺了2个多月。换句话说，老人家已经去世2个多月了，而这期间竟然无一人知道。不知道的以为老人家是个失独老人，没有子女。其实他有儿有女，至少儿女都在外地，离得比较远，来往也并不多。警察发现老人家尸体的当晚，就联系上了老人家的儿子，来为老人料理后事。你真的很难想象，一个老人有儿有女，去世2个多月，女儿竟然毫不知情。第一个发现老人已经去世的，居然是邻居。老人家去世前，用毛笔字留下一封遗书：我于昨晚走了，走时心如止水，
无比唏嘘，无比感慨，却同样无比无奈。在中国，有一群特殊的老年人群体——独居老人。上述这位老者就是中国独居老人的缩影，烈士的故事还有很多。独居老人患癌症，自己去医院去试试，无人知晓。广西一位独居老人在家中死亡，无人知晓。而跟随老人家一起生活的3岁孩子，只能每天靠水维持生命，却是很久都没人发现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就是中国独居老人面临的现实，一个人独居独逝，独来独往，儿女不在身边，更要命的是也没有什么社交圈和社会关系，平时就这么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处在人世间。1800万被榨干晚年的中国老人，看完了独居老人，再来看看中国另一群特殊的老年人——老漂族。你听过北漂，听过上漂，你大概没有听过老漂。这是一个专门用来形容老年人群体的词语。所谓老漂族，就是指那些离开家乡、离开故土、离开自己熟悉环境，跟随子女迁往另一座城市的老年人群体。去年有一则新闻关于老漂族很火，一位山东64岁的公阿姨，为了给儿女带孩子，一年要跑3个省，暑假寒假到搬杭州带孙子，90月份要回山东割玉米、种小麦，剩余的时间她还要去江苏带外孙公。阿姨称自己是救火队员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这是典型的老漂族，把自己退休后的晚年贡献给子女，具体来说，就是帮子女带孩子、做家务、处理日常家庭琐事。也许自己也有想做的事情，也许自己也有想去的地方，想看的人，甚至就是想回到故土，回到熟悉的环境，有自己熟悉的社交圈，但碍于子女，不得已只能围着下一代转。不少人觉得父母能带孙子外孙，应该会很高兴，毕竟中国人讲究的就是人老之后，儿孙绕膝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很多人认为这些老人带着自己的孙子，应该也会很开心。其实不是的，老人家带孙子很开心很满足，这很可能只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。想想你自己，你下班回来躲进房间自己看书或是玩游戏，不进房间，在客厅坐在沙发上也是自己看着自己的手机。你可曾想到，你妈辛辛苦苦累了一天，从早忙到晚，做家务、接送孩子、洗衣做饭，此刻她一言不发，她知道你也累，回到家不愿意多说话。可是你是否知道，她也是人，也需要陪伴，也需要倾诉。孩子围着她转，可孩子无法排解她的孤独。他从故土来到这边陌生的土地，放弃了习惯几十年的故土和那边的老朋友。他本可以活得悠然，活得自在，他本可以在剩下不多的余生中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，到处走走，到处看看。为了子女，他放弃了，这是他付出的机会成本，或者说是代价。这个代价非常巨大，这个代价是余生10几年的晚年生活。这就是老漂族面临的现实：累、孤独，没人聊天，即使儿女在身边，也处于孤身一人的状态，只能做单调家务活，感受不到太多价值感，甚至能够预感到自己的晚年正在被榨干。很多随迁老人的晚年被死死绑在儿孙身上。说句不好听的，
这些老年人从某种程度上都是义务保姆。岁月能带走青春的年华，却带不走青春的心态。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，你就永远不老。不把年龄放在心上，无论你多少岁了，在心里都要告诉自己，我还正年轻呢。哪怕是爬山滑雪，我都可以去试试，反正还年轻，不多尝试，怎么感受世界的精彩呢？人生的巧妙就在于有度，为人处事只有度，才能进退自如，游刃有余，掌握生活的主动权，赢得更多的精彩。做人恰如其分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，做事恰到好处，是人生的最大学问。把握做人的分寸，掌控做事的尺度，日积月累，在一分一寸之中，给生活平添许多乐趣。人生在世，习惯了收取，却忽略了机遇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机遇不会让我们失去什么，反而会给我们很丰厚的回报。给人掌声，让人感受温暖；给人情面，日后才好相见；给人方便，日后自己也方便；给人理解，生活会更和睦；给人尊重，是最好的教养。